Hello， 大家好，西红柿丰收了。今天我们就用西红柿，还有菜园里新鲜摘的四季豆，还有一些四季豆的豆仁，我们把它处理一下，做一个西红柿打底的蔬菜汤。西红柿蔬菜汤。首先呢，西红柿已经清洗干净，然后呢，用一把尖的小刀，像我这样，用尖的刀的部分呢，往里面切几下，然后把这个心取出来。这个心呢是硬邦邦的，而且是口感非常不好的，煮不烂的。我们把这一部分挑出来，你看。硬硬的，然后呢，一分为二。看一下，挑出来以后里面是这样子的，或者你也可以把西红柿一分为二，再把这个硬的绿的部分切出来，左边一刀，右边一刀，然后这样子就切掉了。非常的快就把它取出来了。以同样的方法把所有的西红柿都处理好。西红柿都处理好了，然后呢，我就用这个料理机把这个所有的西红柿都打成汁。把它放进去，不用放得太满了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往里面加点清水，这样的话就帮助这个料理机的转动比较容易一点，不会伤到这个料理机。你不加水也可以，也可以转动，但是我想把它打得细腻一点，我又加了一点点水。这样子打大概15秒钟，这样子就已经打得非常的碎了。看，打好之后是这样子的，然后我把它倒在一个大的锅里面，最好是使用一个不锈钢锅了，因为这个西红柿是这酸性物质的。这汁都已经打完了，然后呢，看看非常的细腻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把这个煤气灶开火，然后再准备其他的材料。我们需要到的是一些洋葱、大蒜，还有西芹，都把它切成小块。西芹呢就一分为二，然后再切成大小合适的粒，这样子比较容易煮烂一点。跟豆角放在一起，然后我们再来切洋葱。洋葱呢，先把头去掉，头和尾都去掉。切洋葱的话呢，有一个诀窍，让你切的时候不流眼泪。把头尾去掉以后，一分为二。诀窍就是记得把这个洋葱的心去掉，
这个就是让你流泪的这个释放出让你流泪的这个物质的部位，就是这个洋葱的心，然后再把这个外皮剥开，这边另外一边也是一样，处理一下，切掉这个心。这样以后你切洋葱的时候就不会再泪流满面啦。然后用你喜欢的方法把它切成小粒，或者你用食物处理器打也可以。我这里需要1个洋葱，我就不把食物处理器拿出来了，我就直接用小刀切。现在洋葱和大蒜都切好了，洋葱和大蒜的切好之后呢，我们准备一个炒锅或者平底锅，然后需要一些油，蔬菜油什么油都可以，我这里用的是橄榄油。锅热以后，倒入一些油，然后先加入洋葱，翻炒一下，把它炒到透明，把它炒软、炒透明，然后再加入这个蒜米。这个过程呢，大概是1到2分钟吧。这火不要开得太大，以免把这个洋葱和大蒜的炒糊了。开中小火就可以了。大蒜加进去以后呢，再这样翻炒1分钟就可以了。炒好的洋葱和大蒜呢，我们就把它倒进锅里，跟这个西红柿的汁一起煮。然后呢，现在就加入事先准备好的西芹还有四季豆，全部把它倒进锅里，再加入四季豆仁，看起来是这样子的。现在，然后呢，再加入一些甜玉米，这个可以加也可以不加，但是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玉米这个口感，在汤里面的口感。然后呢，再准备切几个土豆，大小适中就可以了，也不用切得太小了，因为经过高压的烹煮呢，到时候也会烂掉，所以切的稍微大块一点点，也不需要太大。太小的话就全部煮融化了。切好之后放进一个盆子里面，用水泡住，以防变黑氧化，然后再用清水清洗几遍，把这个淀粉质都清洗一下，这样的汤呢就没有那么浓稠。
然后呢，把它加入到这个锅里面。好，然后现在是调味，加少许盐，就是看个人口味了。要试一下味道，看是不是合你的口味。盐我这里用的是海盐，还有一些黑胡椒。撒些黑胡椒，黑胡椒的味道跟西红柿非常的搭。如果你有九层塔的话呢，现在也可以加一些新鲜的九层塔，或者干的也可以。我九层塔到吃的时候我再加，现在的话呢，我就先不加了。好，这个锅呢已经让它煮开了大概10分钟了。我们就先来准备这个做罐头的高压锅。我今天用的这个高压锅呢是 All American， 这个高压锅是跟我上一次用的那个 Pesto 是不是一个高压锅？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。看现在这个汤是非常滚的。需要注意的是呢，我们在装这个罐的时候啊，这个罐一定是要用热水洗过，或者是放到锅里面煮过的，因为这个汤是滚的。如果你把滚的汤加入到冷的瓶子的话，这个玻璃瓶就会有机会破裂。装瓶的时候不用装得太满，大概是留着到瓶口有1英寸的位置就可以了。这个汤呢装好瓶之后呢，我们准备一些白醋，然后一张厨房纸，把这个瓶口都擦干净。刚才装罐的时候，可能有一些汁滴到瓶口上面去，到时候不擦干净的话，这个做罐头就会有失败的风险，所以我们要把它清理干净。清理干净完了之后呢，我们就把准备好的这个盖子盖上去。然后用这个盖环套进去，不用拧得太紧，就是到时候你在高压锅里面做的过程呢，它要有气，有地方可以透气才可以，所以不需要盖得太紧。好，所有的罐都放到高压锅以后呢，我们就把盖子盖上。把它都拧紧。为什么这次我做汤的话需要用高压锅呢？因为呢，这个西红柿还有加了其他的蔬菜的这个罐头汤呢，因为它酸度不够，所以我们需要用高压锅来做这个罐头，这样才是安全的。因为有很多这个细菌啊什么的，需要高压一定的压力和温度才可以把它杀死。这个是剩下来的不够1罐的，然后留着今晚上我们就可以拿来用，加一点这个通心粉啊，或者蝴蝶粉呀之类的一起煮，就是一个美味的汤。好，现在这个气孔呢已经喷出来的那个气已经是非常的强烈了。
然后呢，我们就定时洗10分钟，让它把里面的气喷出来。10分钟到以后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就是这个重量的这个，它是分多少磅的？5磅、10磅，还有15磅的这个怎么说呢？中文，等会我找一下放在屏幕，放进去。然后呢，这个气压的这个表上升到15磅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开始计时75分钟。看，现在这里就是15磅了，因为每个地区的这个海拔是不一样的。我这里呢是海拔1000迈以上，所以的话就这个气压是在15磅。好，当气压到达15磅以上，我们就定时了，然后把火调到适当的这个位置，这样就那个气压就保持在15磅。如果这个过程当中啊，这个气压掉到15磅以下的话，你要重新从1开始计时，所以我们要非常的注意。好，75分钟时间到了，看看这个气压还在15磅那个地方，我们要关火以后，让它回到0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打开。先打开盖子的时候要非常注意，因为非常非常的烫，不要烫着了。拧开盖子，然后让它在里面盖子呢先盖着5分钟，再揭开盖子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罐头都取出来了。看看，哇，非常漂亮的西红柿蔬菜汤就做好了。看这个颜色多漂亮！瓶子上那些白白的这个一圈呢，那个是水的那个水剂来的。到时候瓶子凉了以后，我们可以用水蘸一些这个厨房纸，然后把它擦掉就可以了。看，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美味的有机蔬菜番茄汤就做好了。到时候吃的时候呢，你也可以加一些火腿呀，或者通心粉啊这样的食材。总共这一锅呢，总共就做了7罐，还有另外1罐呢是没有满的。如果大家对这个罐头制作有什么疑问的话，可以在下方给我留言，我会尽量给大家回复。谢谢大家的观看。